上回说到，弗兰奇等5位水之都的顶级船工用宝树亚当为原材料，纯手工打造的梦幻之船终于完工。与此同时，草王团的新悬赏金也公布出来，全员都被悬赏。路飞涨到了惊人的3亿贝利，而乔巴则被当成宠物，只被悬赏了50贝利。弗兰奇在司法岛之战后也成了通缉犯，待在水之都不会再安全，随时随地都会被海军抓走。另一方面，弗兰奇的小弟们早已看出，弗兰奇心向大海，早就不是那个老老实实在水之都做流氓的人了。于是乎，他们恳求路飞一伙，希望他们能够带弗兰奇一起出海。路飞微微一笑，就算你们不说，我也已经决定了，我王路飞的船匠非弗兰奇不可。弗兰奇家的小弟们都很高兴，征求草帽团其他船员的同意。山治和乔巴根本没心情理会这茬子事儿，那么因为自己也被通缉了，心情又害怕又低落，大家算是都默认了。送走了弗兰奇一家，路飞等人收拾好了行李，跟随弗兰奇的2个小老妹去港口参观新船。众人来到废船岛，冰山等人睡成一片，而弗兰奇早已不知踪影。冰山听到声响醒过来，代替弗兰奇向路飞等人展示新船。看着那个巨大的被白色的帘布遮盖起来的新海的船，路飞等人早已蠢蠢欲动。冰山赞不绝口，这艘船很厉害，看到设计图的时候我都吓了一跳，有了它，没有不能越过的大海，用这艘船去世界尽头也不是梦。路飞和乔巴等人双眼放光，已经按耐不住激动了。冰山双手抓住白色帘布，大声说道：“草帽小子，弗兰奇让我转达给你一句话，要是有一天你成为海贼王的话，就乘上这艘百兽之王吧。”冰山双臂一用力，白色帘布被扯了下来。草帽团的新船万里阳光号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，船头是一只可爱又霸气的狮子头，船身比梅利号大了2倍多，是一艘双轨帆船，装备了很多以前都没见过的配件，甲板上铺上了柔软的草坪，还安装了滑梯，装饰了水族箱和橘子树。众人涌上新船，兴奋又好奇的到处参观。路飞靠在船板上问道：“大叔，弗兰奇去哪里了？我还想当面道谢呢。”冰山说道：“他好像不打算见你们了。草帽小子，你想邀请他做你的船匠吗？”路飞点点头：“大叔，你真懂我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”冰山说道：“他应该是察觉到了。”路飞很奇怪，怎么说弗兰奇不愿意？冰山摇摇头：“正相反，如今他没邀请他，他没有自信拒绝你，所以就躲起来了。事实上，他很想和你们一起出海，能将保存至今的这艘梦想之船托付给你们，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弗兰奇打从心底里中意你们，但是他给自己加上了必须永远待在这座岛上的义务。不过要我来说，那不过是一种愚蠢的执着而已。所以如果你们真想带他离开的话，就不择手段吧，强行把他带走，这是能解放他的唯一手段。”路飞一脸狐疑，这么做真的好吗？弗兰奇家小弟们离开路飞一会儿后，向弗兰奇之屋走去。他们不想和弗兰奇告别，告别总是让人痛苦的，因此他们没有随路飞等人去废船岛，而是回到了弗兰奇家的房子。一路上众人哭哭啼啼的，一想到大哥就要走了，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大家来到弗兰奇之家的时候，意外的看到大哥在门口喝可乐，大家好奇的涌上去问弗兰奇为什么回来。弗兰奇故作疑惑：“回来还需要理由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”小老弟走上前直白的说道：“你是想和草帽小子一起走吧？”弗兰奇嘴硬死不承认，同时怒斥小弟们多管闲事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海贼？小老弟回答：“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因为我们从来没看过你那么高兴。”小老弟拿出通缉令：“你不能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，我们不想拖你的后腿啊！”弗兰奇根本不屑，和小老弟发生争执。这时一个小弟悄悄潜过去，趁弗兰奇不注意将他扑倒，抢了他的裤衩。据弗兰奇本人描述，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裤衩，没有了就只能裸奔了。小弟们好像恶搞一样，抢了裤衩之后一哄而散。弗兰奇气得可乐都要喷出来了，在后面狂追不止。你们应该知道，你们一群捆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小老弟勇猛地喊道：“只要剩下了一个人就够了，快把裤衩拿去给草帽大哥。”小弟们采用接力的方式，把裤衩一个传给一个。弗兰奇追着小弟们在后街大闹了一路，后街的居民都懵了，有个变态在街上裸奔，快把孩子带回家，不要看变态。弗兰奇将自己单身30年的右手发射过去，轰倒了一片小地。小弟们将裤衩继续传递，由后续的人接手，继续向废船岛狂奔。弗兰奇甚至启用了自己的左手机关枪和火遁好火球之术，和小弟们展开奔跑吧兄弟的裤衩生死争夺战。小弟们被弗兰奇撵得精疲力尽，眼看最后一个人也要倒下了。关键时刻，路飞终于赶到，接手了裤衩之后扭头就跑。弗兰奇在后面边追边喊：“草帽小子，新船你喜欢吗？”路飞回过头兴奋地喊道：“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船，谢谢你了。”街上居民们一边大喊变态，一边向弗兰奇狂扔杂物。弗兰奇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牛逼是理所当然的，那可是本大爷的设计，而且把你所有人的要求都加进去了。
看到我发明的士兵船坞系统了吗？那可是牛逼中的牛逼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水箱看到了吧？把钓来的鱼放进去，可以用来观赏。那个是像水族馆一样的房间，在那里大家可以一起吃饭，还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鱼。这艘船不管是对你们还是对于我来说，都是最棒的船。但是弗兰奇启动所有的导弹，瞄准了路飞，把裤衩还给我。一发炮弹轰过去，将路飞炸上了天。路飞将裤衩甩给了前来接应的乔巴。乔巴表演了一招鹿晗裤衩，一口叼住后跳上另一边的屋顶溜了。弗兰奇在街上继续狂奔，索隆和山治迎面赶过来，擒住了弗兰奇的左右手，直接把他塞进了弗兰奇的小弟们准备好的大炮里。两个小弟调转炮口，对准飞船岛的方向启动大炮，把弗兰奇直接发射到了飞船岛。弗兰奇大头朝下，一头扎进了飞船岛的一处废墟里，下身完全暴露出来。这下好了，整个水之都后街的人都知道弗兰奇的尺寸了。草帽一伙人已经等在了阳光号上面，路飞站在高处，手中挥舞着裤衩。弗兰奇，谢谢你给我们造的船，这是最棒的船，我们会好好珍惜的。弗兰奇嘿嘿一笑，祝你们旅行平安。路飞扬了扬手中的裤衩，喊道：如果你想要回裤衩，就来做我们的伙伴吧。弗兰奇不屑一笑，天真，别以为拿了我的裤衩就能拉我入伙，男儿虽裸值千金。路飞突然心生万分崇拜，没想到弗兰奇这么有骨气，真是男人中的男人。那么一巴掌给路飞扇倒在地，你傻吧？怎么看那家伙都是个变态而已。罗宾突然想起来，冰山和他们说的，想要拉弗兰奇入伙就要不择手段。于是罗宾在弗兰奇的裤裆变成两只手，所有人都看愣了。弗兰奇暗道不妙，罗宾这腹黑女一定是干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。罗宾一脸淡定，双手一抓，弗兰奇嗷的一声蹦了起来，浑身宛如触电一般，疼痛由裆部瞬间传到了全身各个部位。路飞和乔巴叫的比弗兰奇都惨，弗兰奇的两个小老妹一脸惊恐，要摘下来了，就像是摘橘子一样。娜美从此再也无法直视橘子。路飞吼道：罗宾，我想让他保持男人的样子入伙，别拧下来呀。弗兰奇真的是有骨气，疼得死去活来，却依然不肯松口，疼得冷汗直流，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：虽然我也很想跟你们一起走，但我在这里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才把船送给你们。而且我早就不做船工了，那艘船是我这一生造的最后一艘船，这是我的心愿，是梦想之船。站在一边的冰山打断了弗兰奇，走过来毫不留情地反驳弗兰奇说道：这还不是你所说的梦想之船。当年弗兰奇口中的梦想之船是穿过无数大海，经历无数的战斗和困难，最终到达大海的尽头，这才能被称之为梦想之船。弗兰奇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乘上自己所造的那艘最棒的船，亲眼见证命运的那一天。而现在弗兰奇之所以不愿离开水之都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补偿。这些年来，弗兰奇仍然把汤姆先生被抓走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过错，因此一直带着悔恨的心。但汤姆先生已经在那一天原谅了弗兰奇，他曾对弗兰奇说过，不管造出什么样的船都没有善恶之分，自己造的船不管伤害了谁，即使毁灭了世界，自己的主人也必须爱护他才行。造出他的人不能否认他，不要责备船，男子汉要挺起胸膛面对自己造的船。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保护汤姆先生所爱的水之都，全是为了自己赎罪。冰山低声说道：已经差不多了，该原谅自己了，弗兰奇，你已经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活下去了。弗兰奇早已泪流满面，想起汤姆先生那洒脱的笑容，弗兰奇就忍不住的嚎啕大哭。突然轰隆一声巨响，弗兰奇躲开后一看，居然是自己的行李袋。小弟们早就把行李打包好，赶弗兰奇离开了。对不起了大哥，我们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，难道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幸福考虑一下吗？一句话破了弗兰奇的防线。弗兰奇躺在地上，一边捂着裆部一边痛哭。路飞求罗宾赶紧收手，看着都疼。罗宾微微一笑，自己作的只有刚开始的那一下，之后自己什么动作都没有。弗兰奇只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眼泪而已。弗兰奇一边喊着疼，一边捂着脸哭着在地上打滚，脑海中回放着和小弟们从相识到相处的一幕幕。没有我，你们也能活下去吗？弗兰奇的小弟们喊道：不管大哥走到哪里，我们一生都是你的小弟。这时索隆和山治快速从后街跑了过来，神色慌张，一边跑一边大呼不妙。路飞的爷爷率领大批人马折回来了，看来好像是来抓他们的。路飞很奇怪，不是说好了放我们走的吗？情况紧急，大家的玩笑也该结束了。路飞将裤衩扔给弗兰奇，大喊道：坐上来，弗兰奇，来我的船。弗兰奇微微一笑，别太自以为是了，你们这群只会补不动的大外行，这么豪华的船没有一个船工，实在太可怜了。没办法，就由我来照顾他，你们船的船工就由老子弗兰奇来担任了。弗兰奇拿起行李包，一步步向桑尼号走去。我要走了，汤姆先生，多谢照顾。卡雷拉的年轻船工们，冰山就拜托你们了，我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。弗兰奇的身后早已哭成一片，弗兰奇的心中将每个人都默默念叨了一遍。走到船下，突然转过身，脸上哭的已经看不清五官了。各位，我走了。